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10月28日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10月25日走势的基本信息。它的开盘价是256.01，收盘价是269.19，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69.49，最低价是在255.32。那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14个点。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是站上了前一日 K 线的最高，也站上了9月30日这根 K 线的最高，也就是265。量，当日的成交量是 1.62 亿股，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8 倍量缩。KD 值，双线是继续上行，开口增大。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的上行走势在继续增强。MACD 双线是继续上行，开口增大。我们会看到快线现在是上穿了零轴，并且在零轴的上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长的绿柱。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继续向多头趋势发生转变。好，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在10月25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实体长绿 K 线，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它所处的位置呢是在股价上涨的行进中。当日的这根 K 线呢，它是一个大幅的低开盘，开盘之后股价被迅速拉升到当日K 线的最高位，也就是在269附近。然后呢，股价在盘中是出现了剧烈的震荡，说明股价在拉升到高位的时候是有获利出场的。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当日的成交量是抱有大的成交量，虽然较前一个交易日我们会看到是大幅的量缩，但是这样的一个成交量相对于之前的交易日仍然是抱有大的成交量的。对，那么我们会看到收盘价站上前高，也就是10月24日这根 K 线的最高。那也就是说，对于2月24日这个 2.04 亿股的成交量之后的 K 线站上它的前高，也就是对于这样的一个成交量叫换手成功。好，那么我们也会看到股价目前已经越来越临近271这个地方了。271是一个关键的标志位，日后股价如果能够站上271，我们会看到不仅是能够形成一个突破，对，然后呢继续，也就是说继续自4月22日以来的多头趋势。那么股价呢形成突破之后会有进一步的上攻。那进一步的上攻呢，我们会看到一旦271被站上，这个多头趋势再次被确认，那么接下来股价的上行的目标就是300关口。但是271这个位置如果不能够被突破，也就是这个位置不能被突破，一旦股价出现回档，那么我们认为很可能会有卖压的出现，也就是说会出现抛售，那么股价呢是很容易去回档，去回补下方这个缺口的。所以说对于10月28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这近2个交易日的关键位置，我们就要看看股价能否突破271。有2种可能，一种是突破271继续上行，还有一种呢是突破271之后虽然出现新高，然后呢在这个地方出现一根直涨的信号 K 线，然后再反转向下，对，或者说是在10月28日如果是低开低走，那么在这个地方出现一根红 K， 对，也很有可能会促使股价在接下来的交易日出现
大幅的回档。对，好，所以我们会看到271将会成为一个重要的标志。同时啊，我们也再补充说明，如果271这个地方被站上，那我们指的是收盘价，那么我们会看到10月24日和25日连续2个交易日抱有这样大的成交量，一旦股价收盘价站上271，也就是说对于这一波涨幅，那么我们称为叫换手成功，也就是说该获利出场的已经都出场了，那么在这个地方是有新进场的。如果有多头力量的进入，那么上方呢，我们认为股价会有进一步上行的走势，就是300关口。好，那这是我们对这根K 线信息的解读。当然，我们再补充说明一点，如果比如说在这2个交易日都是抱有大的成交量的，如果换手成功，那么我们也不排除如果有不再有多头力量进入，如果有空头的力量进入，那么在这个地方出现反转向下，那我们会看到在这个高位接盘的这个大的成交量这个在这个地方如果接盘，那么有空头力量进入的话，那么空头一定会再次下行的话，一定会跌破212这个位置。对，好，那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和对后续 K 线走势的几个推演。好，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10月25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回档，收盘价会在255，在这个位置。还有一个位置是在248，对，这是第一个可能。第二个可能，我们预测股价会继续上涨，然后收盘价在268附近。实际在10月25日收盘价是在269.49，出现了上涨。那至于我们预测的上涨，不仅在收盘价的点位上相接近，同时在当日的走势呢也是完全相同的，也就是说出现低开盘之后，下方是在255附近呢是遇到了支撑，然后上方是在270附近遇到了压力。对，好，那么这是我们对之前预测的回顾。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那对于10月28日和之后的交易日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现在我们要做一些调整，因为现在我们会看到股价的收盘价已经站上了265，所以这个位置呢，我们先把271这个删除。然后我们把第一个目标上移，好，那现在我们会看到271，现在目前将会成为我们的股价上行的第一个目标。那在到达它之前现在这根10月25日生成的这根绿 K。也就是在它的最高在269.49，我们取整数关口，现在就是270将是一个小的压力位。实际上271就是压力位。好，那271如果被站上，我们会看到，将会确认自4月22日以来的多头趋势。那么，股价继续上行的第二个目标就是300关口。当然在到达300关口之前前面有几根 K 线的最高还有这个缺口都将是压力位。那么我们等股价能够站上271之后我们再讨论后边的这个压力位。好，这是股价的上行。
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下行。股价下行目前的第一个目标不变，仍然是212这个位置。那么在到达它之前，目前有一个关键的位置，就是255这个位置，也就是10月25日这根实体长绿 K 线的最低。那这个位置被跌破之后呢，股价才有可能会出现回档，也就是才有可能会测试5日均线值。那么5日均线值再被跌破呢，我们认为股价才会进入到一个更深度的回档。对，好，那这是我们说的第一个目标。那212如果被跌破呢，我们会看到目前在这个地方，现在上方有头高，目前是自8月5日以来的多头趋势，是这样的。一旦212被跌破，将会瓦解自8月5日以来的多头趋势。那么股价下行的第二个目标就是203，然后是182。好，这是我们说日后股价的下行、上行和下行。那么我们再来看，在10月28日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之前我们给的观察位是前一日 K 线的最高是在262附近。对，好，那么到了在10月25日盘中啊，我们会看到低开盘之后啊，股价是迅速被拉升，然后股价在盘中也是基本上在它的上方运行，因此收在了高位。那到了10月28日，我们要关注的是10月25日这根绿 K 的中线。我们先调整这个水平线到中线这个位置，是在263这个位置。对，好，我们调出数据是在263。那么为什么要关注这个位置呢？通常情况下，实体长绿 K 线它的中线将会成为股价回档的强支撑。那么在10月28日盘中啊，股价如果能够在这个强支撑上方运行，我们认为股价才有可能会继续上行或者至少会在这个地方横盘。但是如果股价出现低开低走，在盘中是在263下方运行，那么股价是很容易出现大幅的回档的。对，那如果出现大幅的回档，那么这根绿 K 的最低，也就是255这个地方，将会成为接下来的一个强支撑。好，那再补充说明，就是如果股价回档不跌破这根绿 K 的最低，那么股价将会继续维持这样一个强势上涨的走势，会继续有上攻的表现。好，这是我们给出的观察位。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周 K 线图，因为10月28日是新的一个交易周的开始。好，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看 K 线信息。在10月21日当周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有下影线的实体长绿 K 线。我们会看到它是一根上涨的 K 线。那么这根 K 线不仅是站上了前高，也站上了这两根红 K 的最高，同时呢，也站上了9月23日这根 K 线的最高，也就是在262这个位置。那么这三根 K 线叫做连三绿。连三绿这样的 K 线组合这是上涨的动能。那在这样的 K 线组合之后股价是会继续上攻，或者至少会有新高的出现。好，那么我们再接下来看，连续2个交易周出现了红 K， 虽然是有新高的出现，但是出现了这样的一个回档的走势。但是回档之后呢，我们再看 K 线信息，如果我们把这3根绿 K 合并，
再把这两根红 K 合并，那么我们会看到两个红 K 合并之后的实体部分在这个前面三根绿 K 合并之后的实体部分的范围之内，这叫母子怀抱。母子怀抱如果出现在高位，那么它是变盘向下的 K 线组合。当然，如果出现在低位，它是变盘向上的 K 线组合。然后我们会看到，在接下来的两个交易周例如我们看刚刚过去这个交易周，又出现了一根实体长绿 K 线，那么它的收盘价站上了这个母子怀抱母线的最高，我们指的是这根绿 K 的最高262，那也就是说瓦解了这个变盘向下的 K 线组合。那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当周是又抱有大的成交量，那这将预示着股价会继续上行。那同时我们也会关注到一个信息在出现这连续两个交易周出现红 K 之后接下来这两个交易周都是在这个也就是说这个连三绿第一根绿 K 的最低，也就是在213附近是遇到了支撑。对，那么三个交易周都是在这个地方遇到了支撑，所以我们会看到在出现大幅的下跌之后，出现一根休息的 K 线，只要不跌破，也就是后续只要不跌破前面的最低，那么股价就会有反弹的可能。实际上我们会看到在10月21日当周就连续两个交易周都验证了这样的一个说法好，那么出现这样的一根叫做反转向上的绿 K， 并且抱有大的成交量，我们也会看到 KD 值和 MACD 这个指标都是向上的，所以对于周 K 线图来说，这根绿 K 的最低，也就是在212附近，将会成为日后股价的一个强支撑。那么这将预示股价上行，即使股价回档，那么在212这个地方也会是强支撑。对，好，当然还有这根绿 K 实体部分的中线，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是在244这个位置，那这个位置也是强支撑。好，那这是我们对这根K 线信息的解读。我们再来看之前我们对当周股价的预测。之前我们对周 K 线图解读的时候，说在10月21日当周，如果股价出现反弹，收盘价会在240；如果出现回档或者下跌，收盘价会在205。那实际在当周我们会看到股价是收在了269，是出现了大幅的上行。那至于我们预测的这个上行和这个预测的走势是完全相同的，但是收盘价的点位是相差非常大的。所以走势相同，就是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不出现这个跌破十字线和红 K 的之下的点。虽然我们会看到这个下方是有新低的出现，但是呢，这个新低是瞬间出现，然后就被拉升了。对，好，那么这是我们对之前的周 K 线图股价的一个预测的回顾。那我们再来看，到了10月28日当周，那么我们认为，如果股价是继续上涨，收在高位，那么我们认为股价会收盘价在285。我们上移这条水平线到285。285应该是在这个位置。好，对，如果股价出现回档呢，那么我们认为它会收盘价在235这个位置，所以我们.
把它上移到235。好，那么周中我们给出的观察位是244，244是这根绿 K 的中线。好，我们把图放大，这样一来，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如果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股价继续上行，我们认为股价会收盘在285附近；如果出现回档，我们认为股价收盘价会在235附近。在周中，我们要特别关注244，也就是股价在周中如果能够在244上方运行，我们认为股价才有可能会继续上行，或者至少会在这个地方横盘。但是如果股价在周中在244下方运行，我们认为股价很容易会出现一个回档的走势。那么回档呢，我们认为下方在219，也就是这个实体的下沿，还有前低212这两个位置是强支撑。那虽然股价如果是出现回档呢，我们认为也会支撑住这个股价，然后呢收盘价至少会在235上方。对，好，那这是我们对周 K 线图的解读。我们再回到日 K 线图，我们看看日 K 线图244在什么地方那么我们可以很清晰的会看到244碰巧是在这两根，也就是第一根这根起涨 K 线实体的下沿，也正好是在这个地方。实际上也就是股价日后回档，在接下来一个交易周，只要在这个这根 K 线实体下沿的上方运行，那么股价就不会有进一步回档的走势。好，或者叫深度回档的走势，因为股价现在并没有发生回档。好，那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走势的一个预测。我们再来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目前呢，我们有一个5%的强反弹的仓位，是在10月24日收盘价260附近建仓。然后我们守止损是守这根 K 线的最低，是在243。那到了10月25日收盘价是到了269.19。那么当然是出现了一个上涨，并且呢抱有大的成交量。虽然较前一个交易日是量缩，但是在当日仍然是抱有大量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我们可以继续加仓5%。那继续加仓呢，我们把加仓的点位设在270这个位置。好，那这样一来，我们这个仓位的成本价就到达了264.5这个位置，是在这个位置。好，一共是10%的仓位。然后呢，这个仓位到了10月28日，我们要给出的止损位，我们是守10月25日这根 K 线的最低是255。如果想要承受更大的风险呢，承担更大的风险呢，可以守243。这是我们给出的两个点位，或者我们补充说明一下，是守245，因为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在245附近。对。好，这是我们给出的两个止损位置。我们再来看空头，空头目前要守的位置就是271，所以在10月28日这个交易日开盘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股价现在临近到了这样一个临界点，这是空头一定要守的位置，所以在这个地方是很容易做头的。那么空头要守的是271，那么他们现在的目标就是要回补下方的这个缺口，他们现在目前的第一个目标就是243。
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10月28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那如果各位网友方便呢，请能否在屏幕下方按下点赞按钮，以帮助本频道的推广，谢谢大家。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就是271，这是第一个压力位。然后第二个压力位是上方这个缺口的中线是在285附近。第三个压力位就是300关口。我们再来看下方的支撑，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这根绿 K 的中线在263附近，这是第一个支撑。第二个支撑是在255附近。第三个支撑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是从245到246之间。然后第四个支撑是243。好，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我们给出10月28日股价走势的预测。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股价会继续上行，如果是这样，那么当日它应该是一个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66，在这个位置。上方最高会到达274，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70附近，也就是出现这样的上行，我们认为在这个地方会出现一根直涨的信号 K 线然后收盘价呢依然回到271的下方。那出现这样继续上涨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或者是跳空的高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66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继续上涨。那另外一个可能，也就是第二个可能，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回档。如果是这样，它将是低开盘，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69，下方最低会到达261，在这个地方，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65附近，在这个位置。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低开盘，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69的。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回档。好，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4年10月28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谢谢大家。